日本的政坛正式的变天了，我们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在今天高市早苗在首相的指名选举中确定胜出，正式成为日本史上的第1位女首相了。好，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自民党跟维新会签署了联合执政的协议，高市早苗他所领导的自维联合政权也等于是正式的成立了。来自于东京大学的研究员这边所做的分析，接下来高市早苗要几个议题上面，大陆恐怕都要担心了。第一个议题是在台湾问题上，他的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历史问题上毫不妥协；最后是在领土问题上会强硬到底。这个对于北京来说是3重警报的来源吗？大师怎么看？当然啦，就是说高市早苗，他事实上他是以他的极右立场，在这个日本政坛闯出名号的。他不是现在开始，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他的各种质询啊，各种发言啊，就代表日本的这个极右的力量。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你今天好不容易在各党的平衡之下你拿到了这个首相位置，也不是你自民党一个党今天这个很舒服的拿到国会多数席位，你当首相，你是靠这个联合政府的话。那你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怎么样自民党的首相，你是这个是联合政府的首相，所以他各种立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不只考虑只有他做这个自民党极右派的这个议员的这个立场，他的concern比较多，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很多立场跟过去立场有所差距的话，他也说得过去，这有2层的可以让他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上，他做怎么样？做比较多的跟他过去的说法不同的一些做法。那这一点我倒认为他会有弹性，而且这个联合政府跟这个完全执政就是变成有一点差距。然后现在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来讲，对日本来讲的话，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咄咄逼人，美国的跟要怎么重新定义、重新修改美日的这个关系，那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强硬的发言，这是日本民众比较关切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那么我认为就3大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跟领土问题上的话，可能会比较起冲突比较多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事实上的话，过去在一段时间内，台日之间的各种实质的交流已经有提升就是说有提升的，不管是军事上面的交流，或者政治上的交流，一种建制化的一种讨论的架构从一轨半搞到快1轨了或者2轨搞到1轨半、1轨半要往1轨这个方向走那这都是很敏感的问题。那这些部分，我觉得还不到是说他怎么发言，而实际做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他将来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会真正认真对待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啦。那现在他刚刚上位，然后呢，在民主政治上常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民主党人当了总统以后，正常情况下他会证明说。我跟共和党也蛮像的，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当选以后，他一上任的刚开始他会说，我跟你们民主党也有沟通的空间。那一个极右的一个日本首相上来，他会不会把他的立场往中间调？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性是很大。不过我们也不是抱一个乐观的期待只是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审慎的。中国大陆的这个郭家坤外交部发言人他说希望这个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然后呢，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可是中国大陆没有提领土之亲、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也是严格在。观其言最重要还是听其言最重要还是观其行。那我觉得他任何对台湾这个各种发言如果说是对中国大陆引起强烈抗议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对台湾也不利，不要把它认为会对台湾极为不利。是，所以日本在这个两岸问题上煽火煽的太多的话，我想对台湾的绝对是弊大于利。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当选首相之后，我们要来关注接下来的中日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美国跟日本之间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会怎么谈，这恐怕也是日本的民众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这个9月份的时候，美日才签署协议，美国呢要对日本进口产品课征15%的高关税就算了，还要预付这个高达5500亿美元的投资，大幅增加买美国的农产品。当时的这个时任的前日本首相石破茂就被美国的日本的民众骂他说上权入国不懂谈判。而最新呢消息，我们来看到川普最近呢是在孙正义的牵线之下，邀请了这个南韩、日本都去，还有台湾的企业一起去佛州来谈。据说可能就是了解一些经济上面的议题。接下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会不会来重新改写包括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是日本可能会又被敲竹杠？上次哥怎么看？我想现在石破茂这个谈判的部分呢，这个5500亿的部分还是很吓人的，而且这里头是川普可以指派45天前要汇到，然后而且刚刚讲说获利的部分，日本回收之后呢，未来赚的钱90%给美国。乍听之下，日本是搞什么鬼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看这个表面，要知道全世界除了现在中国对于美国的谈判当中很强硬之外，过往长久以来跟美国谈判最有经验的就是日本。日本就业广场协议当中，泡沫经济就是跟日本谈出来的，日本怎么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过去这个框架里头，我们很清楚，懂的人就知道，这个就是拖延战术。虽然很多川普指定或等等，可川普改来改去，因为日本一边说都给你，可是日本的同仁告诉你说，我们要投资半导体跟投资稀土，这些是基本上很不容易钱下到位马上就获利的东西哈。所以这个其实都看到，其实日本其实有策略的，看起来是服软，可是是拖延。可是现在高市早苗，其实他这次在选之前，他会讲说他要重谈。他觉得这不好，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就是不懂。虽然他在经济方面也有他的路线，比如说他是货币宽松政策，他一上任马上日本的股票就涨得死去活来，包括我们录影的这当中才接近5万点的历史高点，很惊人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谈判关税这个东西跟你的刺激股市是不一样的。高市早苗会刺激股市，可是他的谈判当中非常天真，而且忽略了石破茂他当时这种以拖待定的这个部分。当然，现在川普就是要你预付，那这个东西现在对南韩，后面会不会对日本呢？就会不会对台湾？他都心之所至啦。但预付这件事情很可怕，就基本上钱就要交过去了，那南韩大概就崩溃了啦。是同样的问题，来干哥怎么预付啊？对，不是融资贷款啦。You have to pay， 你现在要付给5500亿，你知道5500亿什么概念吗？5500亿大概是80兆日元，80兆日元是日本去年 GDP 总共115兆，80兆就占了2/3。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国民生产毛额的2/3我都要交给你，而且我要预付，天下有这种道理吗？可是就像上次讲的，日本人他是有策略的。其实坦白讲一句，他们就是说，好，我答应，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如果这5500亿我们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我现在答应你，川普，我们现在武田制药已经收购了，用60亿美金去收购了美国的一家2还2的那个制药公司，生物制药公司，他已经真的买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落地美国生根了。怎么样？你很开心吧？另外一家未知数公司也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们认为说，像投资这个东西，日本是可以回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那以前日本都是投资什么？就买美国国债啦。那现在他们认为说，有一些生物科技，有一些就是资讯科技，或是能源，或是医疗。这些比较冷门的这些行业，如果川普真的要我们去投资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的。这些地方是可以谈的。我觉得高市他如果说真的他要重谈的话，应该是从这些方向去谈。你讲到这个那个，就说那个孙正义安排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3个国家的这个企业都是大企业。你知道韩国去了什么企业吗？LG、三星韩华都是这种公司的企业代表，到海湖庄园半小时车程外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就是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去了那么多的企业家，
然后台湾到底去了哪个？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保密。然后日本去了呢？不能说，保密。韩国的可以告诉你，所有大企业都去了，而且分组谈判，每一组都还派一个官员去盯着你，看你们这几个国家到底要不要给。日本我们知道5500亿，韩国多少？3500亿，台湾多少？2500亿，哎。这可能都要附在前面，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能够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学武田制药，还是我们还是只有从头到尾我们都只有台积电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台湾可能会喘得比较厉害了。这是我觉得国家是真的是大政方针，不能够再拖延下去，要真的派专家到美国去好好跟川普谈才对。好，一方面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谈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日本的内政，因为真的在10月份真的是比较动荡，大家就是在看说今天这个首相出炉了，高市早苗是不是他的战略上面也是一个成功呢？因为我们来看到10月份的日本发生了哪些事情？10月4号，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10月20号，公民党退出合作26年的这个自公联盟；10月20号，日本维新会终于是倒向了自民党，促成了自联联合政府。而立宪民主党原本是以玉木雄一郎夺权，但是因为维新会倒戈，是全盘瓦解。高市早苗是不是凭着他的战略成功，稳坐了首相之位？老师怎么看？事实上，这个我觉得他不是高市早苗厉害，而是自民党他执政很久他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稳住了他的执政权不然的话，这个他马上就是要面临要政党轮替。那当然他很聪明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说在野联盟里面可能成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少数的日本维新会把他拉过来，然后跟他共同阻隔不过日本维新会事实上他等于也以小博大，他跟这个高市早苗合作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几乎高市早苗把这个日本维新会所提出来的要求照单全收那所以现在所有的自民党也非常担心，就是说再下来怎么收拾，就是在临时国会第一张支票要兑现，要删减众议院议员50席，这个涉及到每个国会议员的地盘。